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想向大家介绍《自然减肥力》这本书。读完本书后，您将会觉醒人类本来就具备的自然减肥能力，多余的东西会被自然排出，身体也会自然地塑造出最适合的线条。此外，所吃的食物将会被高效地转化为营养，使您充满活力。同时，因为压力而感到烦躁或沮丧的心情也会变得平静。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即使今天吃得过多，只要睡前喝一杯不容错过的白萝卜汤，就能将所有多余的东西清除。第二，那些能轻松自然减肥的人都在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减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一部分。许多人都希望减肥成功，并且知道肥胖对健康有害。实际上，肥胖有2个主要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对健康的影响，肥胖会加速衰老，并且增加各种生活习惯病的风险。特别危险的是导致大肚腩的内脏脂肪。内脏脂肪的积累会引发高血糖、糖尿病，导致全身血管硬化，也就是动脉硬化，增加癌症、认知症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引发肩膀酸痛、腰痛、膝盖痛，导致体臭，甚至增加死亡风险。这些都是肥胖带来的健康问题。第二个缺点是，肥胖会大大降低外貌和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变得更容易发胖。此外，当肚子隆起时，会让人瞬间显得中年感十足。如果变胖或肚子隆起，外貌变差，无论做什么都变得消极，对自己也难以自信。外貌对我们的情感和心情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如果现在胖的人能够减肥，人生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减肥后您的生活将变得越来越美好，人际关系，特别是异性关系也会更加顺畅。变瘦后变得受欢迎，可以成为强大的减肥动机。此外，无论做什么都变得积极，每天都充满活力。然而，很多人认为减肥是痛苦的，因此今天我带来了一本非常适合这些人的书。世上有很多关于减肥的书籍，但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引入了中医的理念。不仅如此，它还结合了最前沿的研究，介绍了自然减肥的方法，提到中医或最新研究，涵盖了饮食、睡眠、运动等日常生活的简单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任何年龄都可以轻松实践。一般的减肥方法认为，当摄入的热量超过消耗的热量时，就会变胖。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尽量避免高热量的食物，并进行消耗热量的运动。这导致了减肥过程中需要忍受饥饿并努力运动，给人留下了痛苦的印象。然而，通过引入中医和最新研究，这种传统的方法会发生彻底改变。例如，在中医中，变胖意味着身体循环不良。我们变胖是因为本该循环的物质堵塞了。中医认为，物质堵塞的原因在于内脏、血液、细胞、神经等代谢组织功能的下降。因此，即使您努力运动并限制饮食，也很难减肥，因为内脏和血液状况不好，代谢状态不佳。实际上，作者在过去近25年里一直在与难以解决的减肥问题做斗争。但当他从中医的角度进行减肥时，发现可以轻松减肥，因此深感震撼。现在，我将逐步介绍本书中讲解的简单自然减肥的方法。首先是第一个自然减肥体质的神奇饮食方法。当您不知道吃什么时，就去吃具有脂肪去除特效的白萝卜。本书强调，白萝卜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秘密食材，同时推荐充分利用白萝卜做味噌汤或炖菜，因为在中医学中，白萝卜被认为具有多种高效功能。白萝卜具有破坏和分散不需要的东西的作用，可以增强免疫力、分解废物、促进消化、抑制胃部炎症等多种功效。特别是生的白萝卜推荐在饭后食用，有助于胃的恢复。您常看到肉类或油炸食物配有白萝卜泥，这是因为它对胃的恢复有好处。
此外，白萝卜对减肥也有非常大的效果。首先，白萝卜本身是低热量的，白萝卜含有大量水分，低热量但体积大，因此可以在摄入少量热量的情况下获得满足感，从而减少总热量摄入量。此外，白萝卜富含膳食纤维，帮助消化并促进肠道运动，从而改善肠道环境并有助于减肥。白萝卜还含有一种酶，称为淀粉酶，能帮助消化碳水化合物。白萝卜还含有作为纤维成分的谷氨酸，这种成分有助于获得满足感，可能防止过度饮食，因此大家可以在各种料理中多多使用白萝卜。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个自然减肥体质的神奇饮食方法是睡前饮用白萝卜汤。晚上您可能会有吃得过多或喝得过多的时候，这时喝一杯热腾腾的白萝卜汤，就能将所有多余的东西清除。作者建议不要直接睡觉，而是先喝一杯白萝卜汤来清除多余的东西。白萝卜汤是用白萝卜和生姜磨成泥后，加酱油煮沸，再加上热水或煎茶制成的强效饮品。在吃得过多或吃了油腻的东西后，喝一杯可以期待溶解脂肪的效果，并且能防止胃部不适和宿醉。白萝卜汤是一种能使氧化的血液恢复正常，减少体内炎症的绝佳饮品。它通过加热肠道，使粘稠的血液变得正常。在食用动物性食品或油炸食品后饮用是最佳选择。此外，白萝卜和生姜具有解热和排毒的作用，能够排出废物并促进新陈代谢。今天吃的太多的人，可以喝一杯白萝卜汤再入睡。对于容易堆积脂肪的人来说，定期饮用白萝卜汤也是一个好习惯。例如，生姜含有姜辣素，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姜辣素还可以代谢血液中的脂肪，并通过发汗作用将营养传递到皮肤表面，因此对皮肤和头发都有好处。此外，加热后的生姜可以温暖内脏，并将血液输送到手脚，对于女性尤为推荐。当然，可以使用市售的生姜泥，但最好是连皮一起磨碎使用，或者在汤和炖菜中加入生姜粉，也是一种推荐的方法。接下来介绍第三种自然减肥体质的神奇饮食方法，即早晨空腹时饮用一款只需溶于热水就能调理身体的魔法饮品。最适合大众的是不含任何配料的味噌汤，在200毫升左右的热水中加入1小匙的煎鱼粉或柴鱼片，再加上1大匙的味噌即可完成。这种简单的味噌汤，即使在忙碌的早晨也可以轻松制作。它是一天的最佳能量补充品，最好使用不含添加剂、带有空气孔的味噌，因为这种味噌味停止发酵，能在肠道内发挥活菌的作用。早晨空腹时饮用这种无配料味噌汤，可以提升体力、休息胃部、促进生长，最终有助于减肥。除此之外，维生姜茶也非常推荐。维生姜茶被称为天然的高效食品，梅子的柠檬酸可以缓解疲劳，并通过其杀菌作用优化肠道菌群平衡。维生姜茶由1颗梅子、生姜泥、酱油和番茶制成，对预防寒冷、感冒、夏季疲劳和宿醉等问题有帮助。这种传统茶饮非常适合虚弱体质的人，具有显著的减肥效果，建议尝试。接下来介绍第4种自然减肥体质的神奇饮食方法，充分利用干制食物，只需晾干便能产生超强的减肥力量。一般来说，植物性食品易于消化且具有高排毒效果，但作者指出，某些食用方法可能会导致体寒，推荐食用干制食物，因为脱水后每单位体积的营养和美味都被浓缩，即使味道较淡也很美味。此外，干制还能倍增食物的原有效果，例如切丝晒干的白萝卜的脂肪分解作用会增强，干香菇中的维生素 D 等神经传导激活成分的效果会增强，促进血清素的生成，帮助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其他推荐食用的干制食品包括木耳、海带和裙带菜等，这些干制食品可直接用于炖菜和汤中，不会流失营养，可以充分吸收营养，建议积极利用。
接下来第5个自然减肥的神奇饮食方法，是彻底不吃冷的东西。现在大家在喝东西时，有没有因为疲惫而在下班后痛快地喝冰镇啤酒，或者在餐馆用餐时喝着加了冰块的水？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你想减肥，就必须尽量避免吃冷的东西。例如，喝冷饮会使胃部迅速变冷，食物在消化前需要被加热到与胃部相同的温度，因此，当您大口喝下加冰的水时，身体需要产生额外的热量来加热胃部。然而，为了降低过热的胃的温度，身体会通过增加内脏脂肪来进行调节，最终导致内脏脂肪增加。此外，喝冷水会增加对肉类和油腻食物的食欲，使血液变得粘稠，导致脂肪细胞的膨胀，进入一个负面循环。冷水和冷的食物是导致堆积废物的开端，因此在餐馆中，如果端上来的是加冰的水，最好在喝之前在口中稍微加热一下，或者直接要求店员提供不加冰的水。不仅仅是冷水，大家也经常吃冷冻食物，比如冰沙和冰淇淋。这些冷冻食物直接冷却了作为消化工厂的胃部，如果重新加热会引起炎症，导致内脏脂肪积聚。如果继续保持低温，则会直接导致水肿。此外，冷冻食品中的甜味较难感受到，因此通常会使用比平时更多的糖和甜味剂。冰淇淋和冷甜品、冷饮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冷冻食物在双重意义上都是让人发胖的食物。请牢记这一点。如果您实在想吃冰淇淋，请在吃完冰淇淋后，确保饮用热饮，以防止腹部受凉。还要注意，冰淇淋中的添加剂也非常令人担忧。冷冻食品加上糖分和添加剂的3重负面影响，使得尽量不吃这些食物是最好的选择。坦率地说，如果你有一点点想减肥的意愿，那么这些食物绝对是您不能碰的禁忌食物。接下来第2部分，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轻松自然减肥的人所做的意外习惯，制定喜欢的事情清单。那么，制定喜欢的事情清单与减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但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无聊才是减肥的最大敌人。请回顾一下你以往的生活，当你感到无聊时，是不是会试图通过进食来解闷？因为无聊，所以不停地吃零食，就像闲着无事时会不自觉地看手机一样。许多人在无聊时会忍不住想吃点什么。如今便利店等各地24小时店都能买到便宜且有依赖性的食物，所以很多人因为无聊和打发时间而吃东西，尤其是糖、酒精和添加剂等物质具有依赖性。无聊时很容易就会伸手去拿这些东西。这种情况下，靠意志力去抵抗这些诱惑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大家消除无聊，也就是说，制定一份喜欢的事情清单，并每天尽量去做喜欢的事情。例如，作者的喜欢的事情清单包括用按摩枪放松肩膀、做瑜伽、打扫卫生、冥想、观看旅行频道、带宠物散步、阅读书籍等。通过做这些喜欢的事情，能够分散注意力，减少无聊的感觉。接下来介绍第2个能够轻松自然减肥的人的意外习惯：频繁去山里或海边。在东方医学中，植物的疗愈和抗菌作用被视为非常重要。山能够缓解紧张感、高血压和肩颈疼痛，并帮助释放愤怒和焦虑的情绪。森林的气味可以促使人放松，这是因为植物会释放出一种叫做芬多精的物质。这种物质是植物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害虫和敌人侵害的特殊化学物质，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吸入后能显著提高免疫力，因此在医学界备受关注。通过这些方法，您不仅能够轻松自然地减肥，还能提高整体的身心健康。实际上，科学研究表明，森林浴确实可以缓解高血压和压力，并且具有抗炎作用。减肥时，缓解压力是非常有效且必要的。因此，作者建议大家每个月至少花5小时接触自然，感受森林的气息。
此外，如果您更喜欢海洋，也强烈推荐去海边。我们在疲惫时被海洋吸引，可能是因为海洋代表了生命力，海洋能够让我们仅仅待在其中，就感受到行动力的提升、放松以及自律神经的调节。如果您最近感到疲劳或压力积累，不妨尝试去海边，去感受海洋带来的生机。接下来介绍第3个能够轻松自然减肥的人的意外习惯：时刻注意傍晚后的判断力下降。当您去便利店或超市时，是否会购买一些不该吃的零食、甜点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果是在中午，您可能会觉得这些食物会让您发胖而选择不买，但下班后去超市或便利店时，您却会不自觉地购买这些高热量食物。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傍晚以后，我们的判断力会显著下降。心理学上认为，判断力和意志力是相似的。早晨或中午时，判断力和意志力仍然充足，我们可以抵抗诱惑，但到了傍晚，抵抗诱惑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傍晚的购物时，可以事先将购物清单输入到手机备忘录中，按照清单购买，尽量避免进入零食区或高热量食品区域。即使不小心进入了这些区域，意识到此时判断力会下降，最好在5秒内迅速离开。这种情况下，可以把脑袋比作出现了故障的电脑。制定这个规则，以帮助自己避免不必要的诱惑。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轻松自然减肥的意外习惯是放下可惜心理，就是要彻底整理厨房，把它变成一个整洁的空间，把那些含有添加剂的即食食品、容易发胖的食物、零食以及赠送的土特产等统统丢掉。很多人会因为可惜心理而不愿意处理这些食物，但这种心理其实只是他人施加的价值观。勇敢地放手，这种做法能帮助您更好地坚持自己的原则。重复这种做法后，您会逐渐明白，购买食物可能会最终成为浪费，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这样一来，健康且不易发胖的食材比例会逐渐提高。因此，尽量不要在厨房里拥有这些食物，留下一些符合自己理想生活的东西。通过防止物品的积累，可以避免分心于本质问题。接下来介绍第5个轻松自然减肥的意外习惯，那就是通过温冷交替浴来提升自然减肥效果。我们经常听到泡澡对健康的好处，比如改善寒冷体质、缓解疲劳、减轻压力、改善消化不良、治疗失眠等。因此，建议大家作为第1步，最好在睡前2小时左右进行泡澡。作者强烈推荐的习惯是进行温冷交替浴。温冷交替浴是一种利用温水和冷水交替浸泡的沐浴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将身体浸泡在温度较高的温水中，约40摄氏度，大约5分钟。接着将身体浸泡在冷水或温水中，约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短时间，例如1分钟。这个过程需要重复几次，即为温冷交替浴。如果您去公共浴场或温泉，那里通常会有冷水浴池，可以尝试这个温冷交替浴。如果是在家中，可以用冷水淋浴代替。可以先在浴缸中浸泡3分钟，然后用冷水淋浴30秒，再回到浴缸中浸泡3分钟，最后再用冷水淋浴30秒。结束时再在浴缸中浸泡3分钟，然后出浴。如果您之前从未尝试过温冷交替浴，也可以尝试在浴缸中先泡温水，然后用冷水冲洗脚底到大腿部位30秒。皮肤变红是毛细血管受到刺激、血液循环恢复的标志。温冷交替浴有许多好处，最大的好处之一是促进血液循环。温水浸泡时血管扩张，冷水浸泡时血管收缩，从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此外，良好的血液循环还能激活新陈代谢，帮助清除体内废物和缓解肌肉疲劳，提高疲劳恢复效果。它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并通过温冷刺激带来放松效果和缓解压力。实际上，你会发现温冷交替浴非常舒适，能够让您感受到压力的缓解。
将大大提升您的自然减肥效果。在家里也可以很容易的开始这种习惯，建议从今天开始尝试。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6个自然减肥的100习惯。在40岁后养成闭眼的习惯。现代人每天都在过度使用眼镜，但这会导致晚上所需的血液消耗，从而使入睡变得困难。如果入睡困难，可能会导致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下降，这会显著增加体重。江户时代的养生书中提到，40岁以上的人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最好总是闭着眼睛，这种做法对健康有好处。在东洋医学中，眼睛和肝脏被视为一对，眼睛的疲劳会导致负责血液状态的肝脏疲劳，从而引发焦虑和压力反应。肝脏承担了基础代谢的约30%，因此眼睛的疲劳会增加压力，降低基础代谢，最终导致体重增加。因此，特别是在睡前2小时，远离手机和细小字的阅读，以休息眼睛和肝脏，有助于恢复基础代谢和自然减肥效果。此外，电脑和手机发出的蓝光与阳光类似，会消耗血液，使大脑的热量难以散发。因此，建议从今天开始，睡前2小时尽量避免过度使用眼睛。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做，可以选择读书、看漫画、听音乐、做按摩或冥想等活动。此外，适当在工作中用手掌温暖眼睛30秒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使用电脑时，尽可能减少眼睛负担，使用电脑专用眼镜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接下来讲解第7个自然减肥的100习惯。当你想吃甜食时，立即梳头发。减肥过程中，抗拒甜食的诱惑是很重要的。为了避免定期出现的强烈甜食诱惑，养成想吃甜食时立即梳头发的习惯会有帮助。想吃甜食的欲望其实是一种想要释放压力的本能反应，因此通过慢慢的上下梳理头发，可以瞬间缓解这种紧张感。紧张感是积累在头部的气息，通过梳子从上往下梳理，能够让这种紧张感得到释放。这也给您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您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想吃甜食的欲望会自然消退。总之，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出现欲望或强烈冲动时，重要的是不要立即满足它，而是先停下来思考一下，不要被想吃甜食的欲望所左右。在梳头发的过程中，这种欲望会慢慢的消散。当然，除了梳头发，你还可以尝试其他方法，例如当想吃甜食时，立即做30次深蹲，或者先读2页书等，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机会。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